英国要增加核武数量，但要美国点头才能发射，不受自己控制的核武有什么用？敬请关注本节目。在1952年10月3号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英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3个拥有独立开发核武能力的国家。在美国之后7年，在苏联之后3年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想要扭转2战后自己衰落的趋势，大英帝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级的帝国，但核武计划的成功使得英国依然可以称自己为世界领先的大国。尽管其经济衰退、负债累累、常规军事能力下降，在英国进行第1次核实验后，美国和苏联都开始试验具有比以前使用的原子弹大几个数量级的破坏能力的热核武器及氢弹。美国的第1次氢弹试验是在英国于1952年11月1号首次核试验后的4个星期，苏联则是在1955年11月22号。氢弹的出现引发了英国军方和文职领导人之间的激烈辩论，即英国在一个由2个军事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中的地位。美国的核保护伞理论上足够和苏联抗衡，不需要英国的核武。英国军事领导层中的许多人认为，应该加强常规军力的建设，这最有利于英国的地位，因为常规战争比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英国最后还是决定投入巨资研发氢弹，并于1958年开始进行测试。参谋长委员会给出的原因是，如果我们没有开发100万吨核武器，我们会立即失去我们作为一流强国的地位。苏联、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随后都开发了核武器，以应对其边界上的国家安全威胁。而法国开发和维护此类武器，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美国，从而使其能够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退出北约指挥体系。然而，英国直到今天，其核力量仍然备受质疑。维持核武花费了大笔的资金，导致英国不得不大量裁减常规军力。而根据英国议会国防专责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英国唯一的核力量搭载3叉戟洲际弹道导弹的前卫级核潜艇，仍然完全依赖美国运作，并不代表能代表自己国家的意志。从理论上讲，英国首相可以在未经白宫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发射3叉戟导弹，这一事实使英国能够保持全球军事强国的形象。但实际上，他是很难想象任何情况下，首相会在没有美国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射3叉戟。美国会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其世界警察的特权，几乎肯定会让英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英国在技术上完全依赖美国来维护3叉戟导弹，所以它根本不具备独立使用3叉戟的能力。相比较之下，法国的核力量不依赖于任何国家，即使质量略差，但法国可以随时自己选择要不要发射核武。所以，英国的核武库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经外国大国许可无法独立使用的核武库。英国拥有相当大的核武库，截至2021年，英国拥有120枚可供作战使用的弹头，另外还有95枚作为储备。英国还宣称自己会继续增加核武数量，但不归自己管的核武增加的作用在哪里呢？宁肯受到危机影响，也不让中国发展。美国再搞一言堂，强势拒绝英特尔和中国联手。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自从美国开始对中国芯片出手，国际社会就开始慢慢的面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芯片产能不够。而这点在2021年已经越来越明显，甚至在国际社会上，这一点已经被称为了芯片危机。现在国际社会上各个需要高端芯片的领域都面临了芯片短缺的危机。甚至因此，很多企业都面临倒闭、工人失业。在此种情形下，不说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但起码也可以稍微放一把手，对吧？可惜美国却总是不一样。近日，英特尔的一个决定就遭到白宫的强烈反对。据彭博社报道，从进入芯片危机以来，英特尔公司就开始琢磨着扩大生产，一来可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二来还能够解决全球的缺芯危机，这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于是决定继续和中国合作，给英特尔成都的封测工厂进行扩建，新增一座能够生产硅晶片的工厂。不过，因为美国前段时间收归了所有芯片大厂的核心机密，英特尔必须向白宫提交一份申请，只有通过申请，英特尔才能够进行这项计划，并且也能够按照预定在2022年年底就投入生产，以此来缓解全球芯片危机。然而，这一项提议似乎触怒了美国，直接遭到驳斥不说，白宫官员直接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一再强势表示美国拒绝英特尔和中国合作，因为英特尔在华建厂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得不说，这个理由还是非常的老套。
美国宁肯缺芯，也不让英特尔在华建厂，简直毫无大国风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儿美国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自己否决了提议，但是从英特尔的声明中还是能够看出来，英特尔对于美国也是有怨气的，不然不会说出另外的解决方案等待开发，希望能够帮助市场满足半导体的需求，因为这对于领域创新和经济非常重要。这样的话，要知道成都工厂已经是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以及全球晶圆预处理厂的3大工厂之一，给英特尔提供了全球1半的移动设备微处理器。这对于英特尔来说，一旦冷处理成都工厂重新选址新建，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不仅是当年建造成都工厂时，英特尔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不说成都工厂在中国为英特尔赚了相当多的钱，不算在中国国内销售了，光是销售到其他国家，出口额在2019年就有了790.1亿元人民币。在如此情形下，美国直接否决英特尔的申请，只能说还真是下了一步错棋。君不见澳大利亚2个州就因为被经济压制，以至于直接抛弃联合政府，自己出来单干了。就连美国自己国内各种要求和中国开放合作的声音也不绝于耳。美国如此搞一言堂，宁肯受到危机影响，也不让中国发展，最后怕不是又要失去人心了。印度意图举办阿富汗会议，想当主导阿富汗局势的老大，可为何却遭到中美俄3国的联手打脸？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从以往印度的各项政策来看，作为一名政治家，莫迪很善于煽动民族主义。其担任印度总理后，不断在民间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莫迪就像印度教的神灵一般存在。而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这与莫迪的各项民粹手段密不可分。他在上任后，印度在各项主权问题上态度确实都非常的强硬。为此，尝到了甜头的莫迪试图主导阿富汗事务。在阿塔接管阿富汗临时政府后，如何妥善安排阿富汗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被提上各国的议事日程。在各大国的安排上，阿塔虽然表现得极不情愿，但却无奈选择默认。毕竟，如果背后还是没有大国支持的话，那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还将继续对阿塔武装管理下的阿富汗进行全面的资金冻结和制裁。但是让中美俄3个大国直接介入阿富汗问题的话，多少带着不方便。归根结底，美军这才刚从阿富汗撤军不久，作为始作俑者，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借口继续干涉阿富汗事务了。而中俄虽未参与入侵阿富汗，但本着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方针，自然也难以介入。因此，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适当的国家来扮演对话的角色，特别是那些与阿富汗交界或本身就与阿塔武装有联系的国家。于是乎，这时候莫迪开始有想法了，他想要举办阿富汗会议，想大出风头，好为加入常任理事国做铺垫。为此，在中美俄加磋商机制在巴基斯坦召开扩大会议开幕之前，印度就率先邀请了中美俄以及中亚多国乃至巴基斯坦前往印度参加阿富汗安全会议。然而，印度想当主导阿富汗局势的老大这一想法，彻底引发了中美俄3国的不满，并为此联合起来打脸印度。当印度发出邀请后，中美俄3大国纷纷表示拒绝，结果转头就参加了巴基斯坦所举办的会谈。显然，这意思就是告诉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没印度说话的份儿。当遭到拒绝后，印度媒体站出来，妄图竭力否认莫迪当局是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对阿富汗局势施加影响。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十分的清楚，莫迪想要举办的会议将是印度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机会。如果会议能够取得预期结果，至少可以证明印度当下能够在大国博弈中分得一块蛋糕。在这种情况下，试问中美俄怎么可能会给莫迪这一伸手扩大印度影响力的机会？